保护神话先生。马德，要活的，谁他妈抓到活口，老子给他1个亿！在到处都是佣兵的基地，暗杀者根本逃不掉。不到10分钟，一具尸体就摆在三金面前。老大，找到的时候他就已经服毒自杀了。你是怎么管理基地的？不行就给我滚蛋！我他妈就算把一头猪放在这个位置上，也比你干得好。责任在我。身份呢？霍普斯，原八国五角洲成员，后入直央情局，离职之后不知所踪。消息不胫而走，安东尼奥火速致电三金。神话老弟，这件事绝对不是我们做的，霍普斯早就背叛我们了，我们不可能对你展开刺杀，因为咱们是利益共同体。背叛还是碟中谍？你还不如说是我亲手策划的，真他妈搞笑！这个事我们会给你个合理解释，绝对不会让你白白遭遇刺杀。我不需要解释，只知道杀手叫霍普斯，最早在五角洲服役，后进入情报机构。给我24小时可以吗？看在奥利维亚的面子上，那我就给你们24小时。霸国很生气，情报组织更生气。央情局局长面色阴沉地盯着2位副局长。你们有什么想说的？局长，现在的问题不是追究，而是得消除影响。不管霍普斯是谁派去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得安抚好神话。根据我对他的了解，这个事如果不能妥善解决的话，我们将面临真正的和平危机。奥利维亚说的没错，我们必须得解决好这个问题，否则国土安全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。奥利维亚，神话一直都是你负责的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。我需要权限，想搞定这件事，必须得让神话出气，否则任何方法都不管用。奥利维亚重新把皮球踢给韦德，要求要牺牲一部分情报员。如果要牺牲的话，还需要你做什么？我一直在跟进神话，已经从他那里确定了8个和平发射井。你是霍普斯的直接负责人，刺杀的命令到底是谁下达的？我努力了这么久，结果你的人玩了这么一手，或是你闯的，让我来背锅吗？奥利维亚直接当着杰伦斯的面对韦德。奥利维亚副局长，老娘现在很不爽，你们有本事自己解决。韦德局长，我觉得奥利维亚副局长说的很有道理。尽管韦德很生气，但最终还是采纳了奥利维亚的建议。不久后，中东某高档公寓发生爆炸，南美某别墅区一伙蒙面悍匪持枪把里面的人全部杀光。西欧某写字楼整个一层发生了剧烈爆炸，里面的所有人全部葬身于火海之中。3天后，三金出现在霸国的某个晚会，让霸国刺杀三金的谣言不攻自破。勇士基地，奥利维亚躺在三金的怀中。韦德手下的情报链条已经完全被摧毁，他没法跟我掰手腕了。接下来就是由你给的和平去交差。奥利维亚在内部配合，三金在外部自导自演。任务可以启动了，接下来就得看你的了，我的暗黑女王。隔天，孙银虎带着战术小队出发，开始至关重要的任务。接下来就是等待。三金来到樱花国的驻地，没有长官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这位是神话先生，是他授予你们自主权的，难道你们的自主权还要用到我们身上？没有长官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既然给了他们自主权，就应该尊重。我们先回去跟田中大野上校联系吧。师傅，查清楚了，小日子这段时间每天在采购枪械零部件，这位是卖给他们零部件的商家。勇士基地是禁枪的，所有的枪支弹药都由基地方面保管。枪是哪来的？商家陷入绝望，他知道这是走私，坏了规矩。别怕，大家本身赚的就是掉脑袋的钱，所以这算不了什么事。但是得告诉我背后的人是谁。鸽派的帕斯先生，回去继续供货，不准露出任何马脚，好好配合，你们会没事的。师傅，这件事还涉及到了好多人。算了，不追究了，这就放过了。高处不胜寒，等你到了我这个位置就清楚了，得怀有慈悲之心。懂了，您就是想留着杀个大的，小鸡仔没多少肉。滚蛋！这天，三金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。小虎子应该跟霸国的战术小队发生碰撞了，真死容易，假死很难。这时，电话铃声响起，三金瞬间紧张起来。响3声意味着事情成了。傅勇，我的右眼皮一直跳，弄得人心神不宁的，总感觉要出点事。能出啥事？小日子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只要他们敢有任何动静，立即剿灭。那最好不过了。你他妈再说一遍，谁死了？过了好一会，傅勇无力地挂断电话。孙银虎阵亡。猎人学校下起了大雨，看着面前孙银虎的尸体，三金沉默不语。估计会有一场很猛烈的风暴，得找个人好好劝劝三金。我亲自葬了他，你们不用跟来。2天后，三金秘密回到惠安，向老猫夫妻报丧。三金，你回来了，你这是啥意思？对不起，孙银虎牺牲了，尸体没法带回来，我进行了海葬，包里是他生前的个人物品。王八蛋，你是怎么照顾我儿子的？闭嘴，三金，我儿子勇不勇？非常勇，他的名字被刻在了猎人学校至高处。那就好。时间不等人，我得回去了。你们的任务我不问，但我想问一句，什么时候能结束？应该快了。
五角洲的战术小队跟龙焰发生火力冲突，让安东尼奥很生气。为什么没有全歼，而是让龙焰把红龙的尸体带回去了？全歼就可以死无对证了，现在则需要他去解释。为此，安东尼奥专门来到猎人学校。这是个误会。猎人学校总教官红龙带队执行和平危机任务，跟你们的五角洲出现碰撞，在不知道彼此任务的情况下，都把对方认定为和平恐怖，所以才出现了误会，是这样吗？误会不误会的不重要，红龙是神话的徒弟，我当然清楚，但既然这样了，我们总得想办法弥补。突然，一队龙焰小队持枪闯了进来。安东尼奥将军，神话请您多待几天，他打算亲自跟您聊聊。被带上车，安东尼奥见到了一位老熟人。你好呀，安东尼奥将军。罗伦，我在帮神话先生打理战争经济，也负责此次对您的招待。我们将前往海底壁垒，保证霸国找不到。我们恐怕得狠狠打一场了，收拢所有人，准备硬刚霸国。托尼亲自出镜，痛斥霸国对猎人学校总教官实施的暗杀行动。另外一边，三金回到勇士基地，第一时间带着雇佣兵包围了樱花国的驻地。神话先生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您确定要对入驻基地的佣兵团队下手？这会损伤您的信用。穷则陆炮上舰，富则舰炮下船。我这些迫击炮够不够舰？神话先生，闭嘴！任何战争的开启都要祭旗，我今天就用你们几百条人命为佣兵的战争祭旗。我操！田中立刻回营，准备指挥战斗。然而无数炮弹落下，仅2分钟，樱花国的士兵全部变成了孤魂野鬼。勇士基地是全球雇佣兵的家，樱花国跟霸国里应外合，想要恢复经纪人制度，私藏几百条枪。但凡我粗心一点，恐怕基地就要变天，所有人都要重新回到被经纪人支配的阴影中。愿意追随我的，立刻换装，让鲜血的红洒满大地，用炙热的龙焰焚毁一切。佣兵的盛世从此刻开始谱写。不到24小时，非洲各地的佣兵全部换上龙焰的战袍，这就是三金发动 H 国战争的最大财富。中东一国，三金与费雷德里克来到一处府邸。神话先生，久仰。我来为你们带来和平，价格有意见吗？你没来，有意见；你来呀，就没意见了。既然你如此大气，我也不能寒酸了。买1赠2，花1份的钱得到3份。当真？当然，我都亲自来了。接着三金辗转立国、杀国，短短几天时间，三金就把手中的和平送出去一半。你疯了！明明是牛肉的价格，你非要卖成白菜的价格。我们是为了世界和平，这是一份艰巨的使命。为了和平，我就是个军火贩子，你就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战争狂人。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。他们有了和平，做事就会更加肆无忌惮。当他们需要买武器的时候，也会优先考虑我们。三金送出那么多和平，让霸国彻底撕破了脸，公开三金的罪行。神话手里握着上百枚和平，对世界的和平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威胁。我们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霸国进入战争状态，我们将开启全球反恐行动。当天晚上，早已人去楼空的勇士基地迎来新一轮空袭。作为回应，三金亲自出镜。这个世界一直活在霸国的恐惧中，他们所谓的和平本身就是一场作秀。